我出嫁那天，长公主要被送去和亲，可结果我的花轿被一路送往塞北，长公主的花轿却进了我夫君的大门。瑶野大姑娘，认命吧，你们选在同一天婚期，本就是娘娘安排好的。这不仅是娘娘的旨意，就连陛下、封大将军还有你父亲都是知晓的，那是他们一致的决定。难怪宁玉敢冒大险换婚，难怪封官、父亲全都漠视，所以将我送去塞北，只因我是丞相之女，而她是宁玉公主。塞北王暴虐，公主何等千金之门，怎能以身犯险？公主高贵，臣就不多加打扰了。你就这样走了，岂不是落了本公主的脸面？谣言你可以断然舍下，那你年迈的父母呢？总归演了这场戏，何不演全？瑶野大姑娘，进了塞北可别再闹了，这关系到的不仅仅是你一人，还有整个北国。是。这便是北国宁玉公主舒然。这就是我们北国唯一的公主啊，在北国可是美名一片。是吗？那可是朕的荣幸。但今晚的洞房花烛夜，可不能让公主久等了。王安琪。是你？你认识我？你笑甚？哼，笑这缘分好生奇妙。既然杀不了你，我也护不住自己。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为何要杀你？我不仅不杀你，还要护你。你疯了不是？天下谁人不知，塞北的王就是一个疯子。你是封官的心上人？我的志向是想血洒战场，护家国平安。但每每想到你，便也想尔尔此晚，朝朝此暮。心上人，都把我送到塞北了，算什么心上人？今日公主受惊，我就再榻上将就一晚吧。疯子！娘娘慎言，你现在代表的可是北国的仪表，若是落人口实，关门。我需要你教吗？不需要。但老奴若是有个万一，公主殿下定不会饶你。我不要你死，但你若不听我的，你一定会死。你想想，远在北国的舒然，能跨过千山万水为你讨回公道吗？林嬷嬷，可要想好啊！老奴想好了，都听娘娘的，都听娘娘的。说说吧，这场婚事你们是怎么设计的？从塞北侵略第一座城起，皇后与公主就想到了和亲。为什么是我？世人皆知丞相之女温润如玉，是京城典范。封大将军又是您的指腹为婚，上面的人觉得你们这种生在礼具下的人最好管，家国情怀大过天。所以我父亲还有封官，他们也知道。最初是不愿的，
但在家国和皇帝的利诱面前，您就不重要了。在乌纱帽下，在圣旨面前，养育我10几年的情分都成了笑话，而我身边的侍女阿洛，因为身份特殊，所以被留在了舒染身侧。你说我该如何还他们这一场精心算计的大礼？都听娘娘安排。左右不过是个贵妃，你不用理会。明早的请安，你无需去。身处后宫，又是远在他乡，若是落人口舌，难免多生是非，礼数终究不能废。云贵妃吉祥，妹妹无需多礼。听说王将宁妃安在了凤仪宫。是，但并非臣妾教唆。可是，你得到了本宫没有的。娘娘想要，与王说去便可。臣妾并不在乎，无趣。抚恤竟会喜欢你这般人？喜欢？这一次在皇家面前，未免太渺小了。臣妾也很是羡慕宁妃姐姐呢，竟然能得王这般宠爱。可这后宫吞人，尤其是像姐姐这般的美人，走着瞧。公主，今日可好？你知道的，我不是北国公主，莫要这般唤我了。我知道，那你是谁呢？你不是认识我吗？昨日洞房花烛夜，你见到我时说的那句“是你”，语气那般惊诧。你若是此前从未见过我，怎会是那种反应？我只是在画布上看过你。画布？姑娘，可以告知我芳名吗？姚野。遥临琼树，却也无忧。我知道了。我后宫虽人少，但还是要多提防。云贵妃和丽嫔都不是好相遇的。他对我未免好得有些过分。好，无需担忧，你千辛万苦来到我身边，我定会护你安全。不需枉费心，我日后定会回到北国。来到塞北，姚野，你就别回去了。可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就这样被人算计送到塞北，有些阴谋总要还回去的。我帮你，姚野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带领国人踏平北国，为你讨回公道。可是，你能舍下你心中的家国吗？为何不能？他们弃我如敝履，我又为何还要对他们报以仁德？那阿野，我便助你一臂之力。不过是个北国送来的和亲礼物，连个像样的封后大典都没有，凭什么住进凤仪宫？王竟然还为了他免了向贵妃姐姐请安，这简直是乱了纲头。她是宁妃，是北国的宁玉公主，王宠着她，自然有王的道理。姐姐，您的父亲可是王的恩师，王的一身本事都是您家传的，您能忍，臣妾可忍不了。那宁妃投靠过来是满眼心机，哪有一点公主端庄？若是看不惯，你自己去跟王说，莫在本宫这里寻不痛快。那宁妃确实生得貌美，清清冷冷的，怪不得王被她勾得移不开眼。娘娘说的是，男人嘛，瞧的不就是那张皮囊？等那张脸毁了，看他还拿什么在王面前装清高？是啊，只要这张脸没了，王恐怕连看他一眼都会觉得恶心。去，加进凤仪宫的熏香里，动作干净点。林嬷嬷，你过来。你精通医理，好好闻闻，这里面添了什么好东西？回娘娘，此物泛白，呈粉末状，虽无异味，但这余香的味道像极了塞北秘药千岩散。千岩散？是，
此药入骨无痕，若通过熏香吸入，不出1月，脸上的红点便会溃烂成疮，神仙难救，容貌尽毁。林嬷嬷，我交代你的事办得如何了？那日叫你传给公主殿下的消息，传到了吗？传到了，老奴按娘娘的吩咐告诉公主，说瑶野姑娘在塞北极其安稳，深得王上偏爱，日日交房独宠。那她是如何说的？公主很是嫉恨，她说瑶野不过是丞相家的一介庶民，凭什么能比她这个金枝玉叶还要幸福安稳？庶民，原来在她眼里，我的命竟如此低劣。嬷嬷，你告诉我，她为什么对我有这般大的恶意？娘娘有所不知，当初在北国京城，您的名声实在是太盛了，论才学，论品行，您皆是京城女子之典范。哪怕是皇室宴会上，众人议论的也多是您的风采。公主在您面前，总像是被遮了光的明珠。公主嫉恨，乃是人之常情。人之常情，就因为这份人之常情，她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剥夺我的家庭，剥夺我的婚姻，甚至夺走我整个人生。娘娘息怒，娘娘息怒，老奴只是转达公主的原话。现在她还想怎样破坏我的安稳？言语是利刃，舆论是杀人的刀。国因民而存，人亦可被民言所杀。只要北国的百姓都唾弃您，您即便回来也是死路一条。好手段，真不愧是北国的宁玉公主，这杀人诛心的本事学得当真通透。林嬷嬷，你退下吧。慢着，你还记得我进公主府那天，跟我一起被扣下的侍女阿洛吗？记得，那是娘娘的贴身婢女。不管你用什么法子联络上北国的暗线，想办法跟她取得联系。是，老奴遵旨。阿野这是在等我。王可知千言伞。阿野不用与我分的这番情，君臣有别，不是我和你。你叫我一声阿迅，我就告诉你千言伞的来历。凤仪宫里有千言伞。我知道是谁了，放心阿野，我会给你一个交代。阿旭叫不出口，那叫我福旭可好？福旭，我在。我不想一直被人算计陷害，在北国是这样，来到塞北依旧如此。福旭，我需要你。好，我为你踏平北国，将那些伤你之人一一杀光。对不起，福旭。丽嫔娘娘到。臣妾参见王，王今日怎的有空召见臣妾？参见宁妃娘娘。丽嫔来得正好，朕记得你最是喜欢香药之物，想必眼光也是极好的。这千言伞是个好东西，丽嫔也是会分享的，竟舍得让它日日在凤仪宫里燃着。臣妾不知王在说什么，这香炉里的东西，臣妾从未见过。不知？吴尚书府上一直出产此等阴毒之物，朕不是不知，只是平日里吴尚书大多是将此物销往北国，只要不殃及朕的国人，朕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罢了。可你竟敢用在阿野身上，丽嫔，你简直是罪该万死！王，这天下卖千言伞的人甚多，不过是些毁人容貌的药粉，
王怎能断言就是臣妾押父所出的？定是有人栽赃。尚书总喜欢在药物里加点专属东西，以此彰显自己独特。千言散也是一样。丽嫔，你还有什么话想带给吴尚书？天也在为妖妃的降临而起来呀！自从那北国宁妃进了宫，咱们塞北就没太平过。这是老天爷在为妖妃降临而起来。罪臣无事，倒卖禁药，陷害宁妃，一律斩立决。妖妃说得好。死到临头，休要妖言惑众。我死不足惜，可你们睁眼看看，那宁妃从北国而来，目的不纯，她用妖术勾引我，她是祸国殃民的毒蝎。这样的妖妃留在咱们塞北，就是塞北之难，是塞北之祸。杀了妖妃，还我塞北清明！倘若他未曾救下落马的我，未曾对我展露笑颜，我便不会爱上这位冷血的王。我的家也不会散，父亲也不会死。醒醒！娘娘，不好了，刑场那边乱了，百姓们都受了丽嫔的蛊惑，说您是妖妃，现在连朝廷里的官大人们都跪在大殿前请命呢。妖妃，这流言起的倒是快，怕是远在北国的疏渊早就算准了这一步。娘娘，您快想想办法吧，王现在在百城会，怕是要顶不住压力了。王，怨声载道啊！宁妃祸水东引，引得丽妃叛变，朝局不稳，百姓都在喊要王处置妖妃，以平民愤。臣等请命，处死北国妖妃。说完了，请王裁决。爱卿和百姓在意之点，无非是宁妃的身份。既然如此，本王就踏平北国。既然他没了故土，他就是塞北的功臣。谁还敢说他是北国派来的间谍？王，万万不可为了一个女人发动大合战！王，您不能为了一个勾引您的女人。勾引？你们给本王听清楚，这是朕对他的情谊，不是他勾引，是朕倾慕他。王若执意独宠，老臣便撞死在这金銮殿上。哈哈哈哈，撞死？那本王便送你一程。既然你们不信，本王便与世人立下3年之约。何约？3年之内，本王必定拿下北国，将那片土地彻底并入塞北版图。若3年之内没拿下北国，本王自请下位，把这王座让出来。但若你们谁再敢在朕背后说他一个不字，吴尚书就是你们的下场。为了我，竟要立这种赌约，福雪何必因我如此？因为我知道我能赢。王位丢了可以再打，但我要阿爷陪在身边，1分1秒都不能少。为何喜欢我？这有答案吗？无论见你几眼，哪怕是这一刻，我都如初见时那般欢喜。阿爷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你我初见并非在塞北，也不是在那北国宫宴，而是在……王，小心！那次受伤后，我本该回塞北，可那张画里的笑勾着我的魂，让我鬼使神差的换了装束，潜入了你们北国的宫宴。
那时便想，害我被刺中一剑的姑娘，定要在我身边。于是，我征战四方立功名，舍弃了胡语学汉语，推行汉化，只为了这一天，带兵踏平北国，把你抢过来。疯子，傅虚，你就是个疯子！我就是疯子，阿野，我生来便感情淡薄，我会笑，却不知何为情。可是就那一眼，每一次见你，我就知道我要你。这种感觉太强烈了，每一次相见都更强烈。我爱这感觉，因为只有这种感觉，让我觉得自己也是个有情之人。送这么远，答应我一件事。说。不屠城，不抢粮，不伤百姓。阿野在教我打仗。你要的是江山，不是血流成河。好，都依你。阿野说的话，我什么时候没听过？传令全军，不伤一人，不抢一粮，违令者斩。是。放心了，等你回来。嬷嬷，你从北国安县那里带回阿洛的消息了吗？回娘娘，安县回信了。他在那边可还好？舒然有没有迁怒于他？娘娘，阿洛姑娘因冲撞公主殿下，被杖责打死了。阿洛，今日是我及低礼，阿爹允我一个愿望，这份契约你拿着，从今天起你便脱了奴籍，去过你想过的自由生活吧。阿洛不走，阿洛要跟小姐一辈子。傻丫头，自由难道不好吗？自由虽好，但没小姐在身边，阿洛心里不踏实。等将来小姐成婚了，幸福了，我再自由也不迟。打死了，为了一个冲撞的由头，他就打死了陪我一起长大的阿洛。娘娘，公主还说这是您不听话的下场。不听话？公主的意思是，您在塞北太出风头了，您得宠，您住凤仪宫，您让王上为您倾慕，这些都让公主感到不安。她要的是一个在塞北自生自灭，为她博取和亲美名的替身，而不是一个真正翻身做主的宁妃。公主还说，若您再这么不听话，届时娘娘在北国的父母亦没有好果子吃。他杀我阿洛，竟还要用我双亲之命，逼我继续做他的傀儡。娘娘，娘娘您挺住啊！气急攻心，脉象乱了，娘娘莫再忧心了，当心弄垮了身子。若是您倒了，北边那位可就真的如愿了。娘娘，老奴多嘴说一句，王上现在为了您，已经向北国发兵了。北国总归是您的家乡，何必因为您与公主的这一份私仇，就导致家乡战火连绵呢？家乡何必？林嬷嬷，这些话你说的真是轻巧，因为你不是我，你没有被青梅竹马在成婚前夕送上和亲的马车，你没有被亲生父母在危难时刻弃如敝陆，你更没有亲眼看着最亲近的姐妹被活活杖毙，你根本不知道被所有人抛下的滋味。北国弃我在先，舒然弃我在后，凭什么要我大度？王，封官的侧翼阵型乱了。封官确实是个将才，可惜他效忠的那帮皇亲国戚，早已把北国的底气耗干了。传令，全线压上，今日朕要在北国的城门上刻上阿野的名字。
冯大将军竟然也没挡住，福煦那个疯子，他是要把我们全杀了不成？大人，塞北军一路碾压，百姓不仅不反抗，反而开城引路，咱们没多少城池能丢了。福煦唯一的软肋，就是那个替家的贱人姚野。可姚野在塞北王宫里，林嬷嬷还在他身边，传信，用信鸽告诉姚野，他的亲爹亲娘，还有他那个还在垂泣之年的幼弟，命全在咱们手里。不想让他们死，就让福煦给老夫退兵。娘娘，北国那边来消息了。双亲之命，幼弟之魂，悬于一线。若求生，速止福煦之事。娘娘，使不得！娘娘，那上面可是写着您亲生父母和胞弟的命啊！那是您在北国唯一的血脉根基了。他们是我的父母，可他们也是把我送到塞北的那些人。嬷嬷，在你们眼里，我回信求情是笑，可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当初我被迷晕送上马车时，我的家人可曾想过我的死活？可如今陛下动了怒，若王上不退兵，丞相府满门上下真的会……不会，北国的皇室还要靠父亲这块忠骨去安抚民心，他们舍不得杀，也没那个胆量杀。退下吧，我累了。我已如实禀报，娘娘决绝焚信，不肯退让半分。你们答应我的事，务必兑现。林嬷嬷，公主有言，你的儿孙老小尽数在北国狱中羁押，给你2条路：一是连夜将姚野带回北国立功赎罪；二是明日午时，你林家满门抄斩。娘娘，喝碗汤药养养气血吧。你们是谁？敢在塞北宫内绑人，莫不是疯了？我是塞北宁妃，福煦就在后方，若被他追上，你们定会万箭穿心。宁妃娘娘离了塞北，回到了北国，娘娘就别再端着您那副高不可攀的架子了。您真当自己是塞北的女主人？果然是你。出了塞北的王，谁把你当主子看？在北国眼里，你自始至终都只是个该死的替死鬼罢了。在凤仪宫里，你对我事事恭顺，战战兢兢。如今看来，嬷嬷的戏演得当真极好，隔着千万里都能跟舒冉唱出一场毫无破绽的双簧。这塞北风沙大，不多演几场戏，老奴这条老命怕是早就交代在宁妃娘娘手里了。你费尽心机，自以为攀上了高枝，可到头来你还是那个在阴沟里算计的奴才。你有这般思想，便只能当一辈子奴才了，被他人指使利用，就是你摆脱不掉的宿命。我这般人如何了？我这种蝼蚁，若不低头，若不左右逢源，早就死在深宫里了。你被踢去塞北与我有何关系？那是皇上的旨意，是相爷的决定。我总归是天子脚下的蚂蚁，肩上扛着自己还有家人的命，你问我有的选吗？你要我背叛公主，以我之命要挟；公主以我远在京城的家母之命要挟。娘娘，您教教老奴，我这种人除了出卖你，我还有的选吗？不过也罢，争这些没意义了。娘娘最初便不愿去塞北，如今日夜念着的不也是回北国吗？老奴现在便是送你回北国，也算全了娘娘一桩心意了。只是回了北国，面对那些想要你命的人，说不定黄泉路上咱们主府还能再续前缘，相伴而行。不，嬷嬷，你错了。
黄泉路上绝不会有我。林嬷嬷，走了3日，这路越走越偏，京城的马道可不是往这个方向修的。娘娘果然聪明，若是入了京，满城百姓看到您这位宁妃活着回来，公主殿下的脸面往哪儿放？所以舒冉连城门都不敢让我进，是打算在这荒山野岭杀人灭口。杀你？那太便宜你了。北国现在的局势，您这位塞北心头宝，可比千军万马还有用。何人胆敢私闯中军大营？瞎了你们的眼！我奉宁玉公主圣旨，送塞北宁妃入营，还不快开城门！表爷，塞北的饭菜想必极好，竟让你生出几分高不可攀的贵气来。可惜啊，假的就是假的，回了北国，你依旧是那个卑贱的弃子。父亲、母亲，女儿回来了，你们连看一眼的胆量都没有了吗？逆女，你还有脸叫我们？你勾结塞北王攻打家乡，简直是不忠不孝！阿爷，你就听公主的话，劝塞北王退兵吧，莫要连累了你弟弟的前程啊！姚野，你死到临头还敢巧舌如簧，若不是因为你勾引那疯子王攻打北国，局势何至于此？阿爷，你身为臣女不思报国，反而引狼入室。今日带你回来，是为了让你规劝那塞北王退兵，莫要再让百姓受苦。父亲，引狼入室的，难道不是亲手把我塞进狼窝的你们吗？凤冠，你要做什么？阿爷，在塞北可好？不劳凤将军操心了，能让你们费尽心思跨越千里绑回来，定是说明我在塞北过得极好，好到让你们北国害怕了，不是吗？姚野，你还有没有规矩？你如何能这般跟小官说话？你自小学习的圣贤书，学习的礼仪，难道都为了塞北的牲口吗？父皇曾夸你温婉端庄，如今瞧着，怕不是真当自己是塞北的公主了。去了一趟蛮荒之地，当了回帽袍的宁玉公主，回了北国，竟也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了。公主殿下息怒，这孽障在蛮夷之地待久了，沾染了些野性。老臣定会好好教导，莫因这孽障坏了身体。本公主自然不会与这等自甘堕落的人计较。平白降了身份，我是什么人，公主又是什么人？一个连自己命运都掌控不了，只能靠抢夺他人人生来苟活的公主，和一个被所有人抛弃，却在塞北被王捧在手心里的伪公主。论身份，天下皆知和亲的是宁玉公主。如今北国若是认了我，那公主您又是哪位无名无姓的丞相府婢女？一个仗着是皇族就为所欲为，剥夺他人生活的人是什么人？是小偷吧？是小人吧？阿爷，放肆！不放肆又怎么了？名册上写着宗庙里供着，现在我才是天下人认准的名义上的公主，而你不过是丞相之女，一介平民而已。那是假的，那个身份原本是本公主的。你这个卑贱的替身！那就告诉天下人啊，只要你敢认，我这身份随时还给你。但是你敢吗？你若说了，那便是给了塞北王进军的又一理由。你们应该比谁都清楚抚恤有多宠爱我。若他知道自己心心念念的宁妃被你们这般羞辱绑架，你猜他的铁骑明天会踏平哪座城？本公主方才竟被你唬住了，如今仔细瞧瞧，这京城曾经极负盛名的才女姚野，不过是个牙尖嘴利、巧舌如翔的普通妇人罢了。说到底，这是丞相的家事，本公主身份尊贵，自然管不了。逆女，还不给我跪下！这一跪，跪的是你们18年的养育之恩。
这一刻，尽了我与父母最后的血脉情谊。从今之后，两不相欠，恩断义绝。你这个逆女！阿爷，你怎么能这样跟你阿爹说话？你这是要气死他呀！既然丞相大人气成这样，管不了家事，那就让本公主代劳管管吧。不可！封官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我肚子里怀着你的孩子，你府中还有年迈的父母，有些选择一旦做了，就不可以再弥补了。来人，把她架起来，给她30大板，注意点力道，别打死了。舒然，阿洛也是这样被你打死的吗？你说那个对你忠心耿耿的侍女，不，她是先被我派人抽了浑身的筋，再被打死的。阿洛也算是跟着我们一起长大的，你就这么看着他死？啊！将军，塞北军像疯了一样，已经打进大营东侧了。阿野，是你做的。老爷啊！逆贼！姚爷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叛贼，你竟敢引狼入室！叛贼！舒然，你忘了吗？这入室的狼是你们亲手送去的。你们当真以为凭林嬷嬷那点拙劣的手段，凭外头那几句真假参分的流言，就能轻而易举地把我从塞北王宫里偷出来？你是故意的，你故意让自己被抓。塞北王宫守卫森严，若非我默许，谁能动我分毫？这就是一场局中局，我只身入局，赌的就是你们那点贪婪的亲戚，赌封将军那点可笑的爱情。我赌的是北国灭亡，塞北称王。你就算算尽天下又如何？你以为抚恤打进来了你就能赢？可是你现在人就在北国，你的命就在本公主的手心里，生死注定在我，不在你。塞北王，如今宁妃在我手中，咱们做个交易如何？什么交易？塞北退兵30里，放我北国宗室离去，我便还你宁妃，还你塞北的公主。还你公主，不要管我，踏平这里，这就是我想要的。你糊涂了吗？这里是北国，是生你养你的家乡。家乡？可你们亲手告诉我，它只是一块可以随意买卖的土地，而我只是你们用来换取太平的牺牲品。封官，你还记得那座凉亭吗？阿言，待我得胜归来，必红妆10里，护你一世安稳。塞北严寒，这是我为你做的护膝。上了战场，万不能冷着骨子。那些山盟海誓，你还记得吗？最后他们成了什么？成了一辆通往塞北死路的婚轿。你送我走的时候，可曾想过塞北是不是吞人的野兽？阿爷！阿爷，到底是我对不住你。阿爷，我真的不想丢下你，可是舒然他用我年迈父母的命相逼，皇帝病重，只留下个6岁的小儿，北国不能没有嫡出的公主，我对不住你。可我曾真的想过，要与你尔尔此晚，朝朝此暮。阿爷，这一辈子，你原谅我可好？不好。王，封官的残部已全部肃清，重要人质皆已关入地牢。阿爷，你想先去哪儿？禀宁妃娘娘，丞相夫妇就在左侧尽头的牢房里。阿爷，那2位好歹是你的双亲，是否要朕下旨将岳父岳母释放？罢了，他们忠于皇家。如今北国覆灭，陪着他们效忠的皇室待在这儿，是他们求人得人，亦是应得之归。贱人，你这个贱
人！你竟敢勾结蛮夷，害死将军！你不得好死！不急，舒然，我只问你一件事：阿洛是被你亲手抽掉筋，对吗？那些刑具是你亲自挑的。我心下了然了，傅薛，这是我的私仇，我要亲自动手，你不要在这看我。阿野，你这身子骨还虚着，这种体力活，一人肯定很辛苦。为夫留下帮你，可好？我错了，妖爷，我真的错了，饶我一命吧！我肚子里还有封官的孩子，你难道连他的后代也要杀吗？封官的孩子，那更该死了。久等了。傅薛，你为何要对我这么好？或者说，你为何这么喜欢我？喜欢就是喜欢啊。这世间万物或许都有道理可循，唯独喜欢你这件事，我寻不出，也不想寻。傅薛，你够了！外头百姓都骂你是昏君，你还不收敛些？朕耳朵背，听不见。朕只知道，这皇位也好，江山也罢，若是没你，朕坐着也闲了。阿野，我想好了，以后我要跟你耳耳此吻，朝朝此暮。好，只跟你，以前的那些都不作数了。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。姚野，你天天守着这些新晋茶道，不觉得闷吗？塞北迁都至此，百废待兴，哪有那么多乐子？无趣的人，守着一个无趣的国家，连这京城的风吹起来都透着股陈腐气。既然这么无趣，那再加上一位有趣的王呢？他也无趣，整天除了批奏折就是黏在你宫里，本宫一年到头见不着他几次。姚野，你说真的，要不还是把我送回将军府吧？我总归是完璧之身，这皇宫的深墙大扇，我不待了。本宫长得不差，家世也好，离了这儿，定能再找个有趣的人共度余生，总好过在这儿陪你绣花。这话你跟我说没用，当初是他恩师把你送进来的，你去问抚恤，去问。抚恤，我想出宫。行，朕准了。正好，你走了，也省得日总在凤仪宫晃悠，当我和阿爷的拦路墙。抚恤，我真该叫阿爹擦净双眼看看，他怎就收了你这么个没良心的徒弟？还有我，当年真是瞎了眼，怎就看上过你这么个满脑子只有女人的疯子？我来送送你。宫里人人都盼着我走，也就你肯真心送我一程。深宫困人，你能脱身是好事。往后我自在山野，市井随心，你留在这万丈深宫，守着你的江山与良人，咱们各得其所。愿你前路无牵绊，岁岁随心，日日自由。
珍重。朝臣们说的没错，后宫空虚，皇嗣单薄，于江山社稷而言，始终是隐患。旁人不懂，朕无需解释。朕这一生，江山在手，一生一妻，足矣。我亦是，此生唯你，别无二心。